学生已将商州马军历年来购军马的账目誊录在册，请大人过目。举凡买马的日期、数量、金额，都一一记载于册。若是和马贩的账册相比，便能查知沈让是否见马贵买，以少报多。如今马价如何？一般骏马市值30贯，较差的马匹20余贯就可买到。若是骏马良驹，卖价可到上百贯，其间的价差颇大。在马军账册上所列的买价又如何？回大人，沈让3年来汰换上千马匹，学生特别留意，发现买价几乎都在80、90贯上下。哦，换言之，他若果真以贱报贵，每匹马当有60、70贯价差。是，总数应该是在6、7万贯。当下米价每担约1贯左右，价差足够买米6、7万担。猎马或是良驹，个人认知不同，无法据此判定是否当真以贱报贵。恐怕只有根据杨彪所提供的马贩名单进行追查核对。是，对马贩，大人可要立即进行查核呢。且等柴王爷的回函到了再说。若是能够查明沈让果真拥有非法获得的宝马神驹，便足可将他定罪。还是以此为先吧。大人，有关武进的背景，学生已经进行清查，晚间当可有所回报。武进能被沈让收用在册，绝不单纯。若能深入了解，的确有利于查案。倘若果真坐实沈让涉案，本府担心对展护卫总是个打击。只是驾！柴王爷回函，他的确在6年前曾将白龙赠予沈让。大人，如今证明白龙是柴王爷所赠，那沈让拥有宝马神驹之说，是否可以不攻自破？不，本府曾经说过，即使白龙是合法得来，并不能证实沈让没有其他宝马。只是如今必须另起炉灶，追查是否真有其他宝马，若有，又藏匿于何处？那必须从武进身上查起。不错，公孙先生可曾查出武进的身家背景？回大人，武进原本的确是个赫赫有名的马贼，从京城传来的消息，正是杨氏兄弟说的，都没有错。你且详细说来。沈让驻守边关之时，曾经逮捕过一帮马贼，包括武进在内。可是依据刑部的案卷记载，当时与他同伙的马贼均已依法斩首，却独漏武进。此后可有他的消息？没有，此人从此凭空消失。
如此说来，沈让当年的确救过他一命。这便是他追随沈让，而且对他唯命是从的原因。可能傅立当真是被他所杀。战呼为说，今日在马场跟武进比试过。他非要跟我比试，而且他的武功也不差。当初傅立是一剑必应，那武进他用的是刀。你和展昭动手了吗？武进是替将军试他的剑，结果呢？我败了。以他的武功来说，你败得不冤。如果有一天将军要和他交手的话，不会有这一天的。你忘了，他是我未来的妹婿。是。不过还是要提醒将军，他的剑法太快，将军只能和他马战。哦，你是说在马下我不是他的对手？武进只是实话实说。南侠展昭当然不是浪得虚名，可我却不相信，我的那把大刀真不如他。将军，你放心，我相信我和他不会兵刃相见。如果真有这么一天，我会记住你的话。多谢将军。你替我试剑，应该是我谢你吧？将军对武进恩同再造，武进为将军做任何事情都无怨无悔。无论是不是武进杀了傅立，以他马贼旧案，都该将他逮捕，然后再设法追查他与沈让涉案的情形。大人，这样岂不是让沈让有了警觉？无妨，我们就说是请武进前来协助办案。沈让明知本府并无证据，又怎会自露马脚呢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让张龙、赵虎走一趟吧。大人，还是我去吧。何必因此和沈让起冲突呢？张护卫还是不要出面的好。反正我要去看小蝶。况且让属下前去，他们反而觉得事态没那么严重，更不会起疑。不碍事，只是带武进前来问话，谁去都一样。包大人要传武进去问话。正是。武进虽是马军偏将，但他只是协助我办事，并没有具体的执掌。包大人怎会传他去问话？沈指挥虽是杨彪、杨豹直属长官，可是对他二人私下的情形，可能还没有军阶较低的武进知道的多，所以包大人才传他问话，协助调查。那好吧，我会通知武进。你现在可以去看看小蝶，我叫武进，等一下和你一起去见包大人。你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？长公子呀，一定是急着来看小姐，所以整夜都没睡。这丫头，
还不快去准备茶水？是。今天又找到什么理由不去办案？我今天就是来办案的。办案怎么办到我家里来了？包大人要传武进问话。武进？你办的案子和武进有关？如果牵扯到武进，就一定和哥哥有关，是不是？你说啊。小蝶，你先别急。包大人办的这件案子，需要武进去协助调查。你哥哥也知道这件事情，他还帮我去通知武进呢。把我给吓死了，我还以为……别胡思乱想了啊！包大人传属下去。展昭会带你去驿馆。这段时间，包大人没有对我们采取任何行动。这次传属下前去问话，一定有什么原因。也许他只是想试探我们的反应，或者真想从你口中问出和杨彪、杨豹有关的事情。难道是他们招供了什么，让包大人决定开始行动？放心，不管他们供出什么，都没有证据。将军希望我如何应对？如果问到了任何与命案有关的事情，你只要矢口否认就行了。包大人办案一向讲求证据，没有证据的话，他不会把你怎么样。如果你实在放心不下，就马上离开商州，不去见他。那将军如何向包大人交代？我就说你不辞而别，下落不明啊。如果那样的话，包大人就会相信杨彪、杨豹的说法，而盯上将军。真要如此，也只好随他。但是他还是没有证据。我还是去，不管包大人问什么，我都不会承认。这就对了，这才显得我们并不心虚。就算他有任何怀疑，也无能为力。属下武进，参见包大人。起来说话。谢包大人。吴进，你可知本府为何要传你前来？听长护卫说，包大人传属下前来，是为了询问有关杨彪、杨豹之事。不错。除此之外，本府还有一件事要询问于你。是，包大人请问。5年前，在河北东路与契丹交界边关，有一伙打家劫舍的马贼被擒，一干马贼均被依法斩首，唯独马贼首领却凭空消失，从此未再出现。此事你可知晓？属下从未听过，不知包大人因何要提此事，又为何要询问属下？很简单，那马贼的首领也叫做武进，而当时领兵抓贼的
正是如今的商中马军指挥沈让。当年你虽然逃过一劫，没有被依法斩首，但沈让却不能将你销案。即使事隔5年，你依然难逃罪责。此事想必沈让心知肚明，只要本府将他传来一问便知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不必传唤将军了。怎么？将军待我恩重如山，我不能再拖累他。包大人，我就是当年的马贼，请包大人将我依法就办。你可知，依法，你还是要被斩首。我知道，这5年算是我多活的。既然如此，你可还愿意回答本府问话？包大人，请问，据杨彪、杨豹向本府供称，沈让私人马场之中藏有多匹名贵宝马，可有此事？将军只有1匹宝马白龙，而且已经送给长公子作为嫁妆。长护卫应该十分清楚啊。然而，他们却说，是你将那些宝马藏匿起来。他们是信口喷雾。将军没有什么宝马，又如何藏匿？请包大人明察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供称，你亲口承认狱卒傅立乃是被你所杀，你又作何辩解？傅立与我无冤无仇，我因何杀他？若是沈让受益，自然你会唯命是从。傅立被杀是死在剑下，可我用的却是刀。你怎么知道他死在剑下？马军与州衙常有来往，属下是听衙役们说的。就因为傅立是死于剑下，所以人不是你杀的？不错。并无太大差别。你的剑法虽然差了一点，不过要杀傅立，却是易如反掌。就算我能用剑，也不能证明傅立就是我杀的。他若不是你杀的，难道是沈让亲自动手不成？将军没有杀他，你又如何知晓？哼！杨彪、杨豹指证历历，沈让难脱罪嫌。你既然不肯承认，本府就将沈让押入大牢，严加审讯。1日查不出，就关他1日；1月查不出，就关他1月；1年查不出，就关他1年。本府就不信，不能查个水落石出。王城、马汉、灯笼、赵虎，在。传沈让。是。且慢。如何？将军他确实与此案无关。我不能让将军为我犯下的罪行蒙受不白之冤。我认罪就是。你承认杀了傅立？不错。
那富利于你，有何仇怨而要杀他？我与杨彪、杨豹合谋，克扣军饷，3人平分，又利用富利除去孙强，再杀他灭口，为的是使他2人脱罪，免得供出我也是同谋。如此说来，沈让于此事完全无涉。将军于此事无涉，请包大人明察。进去，坐下。赵大人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武进亲口向包大人承认，傅立是他杀的。啊？什么？是他？这是……包大人交代，必须将他单独关押，严加看守。是，这监大牢只关他一个，没有别人。杀人重犯若是逃脱，李大人必定是难脱罪责。哎，当然，下官一定会派州衙里最得力的人手负责门禁。詹大人，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傅立呀？李大人，你最好不要介入此案。包大人再三交代，不得提问武进，不准任何人探监。是，下官明白。启禀将军，打探到什么消息？武偏将已被送进州衙大牢。什么？是谁送去的？是展昭。大人，将武进送去州衙了。是。展护卫亲自带着张龙、赵虎押送去的。那武进虽是马贼出身，却对那沈让如此忠心耿耿。大人，那武进对沈让不过是一片愚忠罢了。然而本府却利用他这愚忠，逼他认罪呀。大人，若非如此，孙强和傅立的命案就难以侦破。大人也是情非得已呀。如今，那武进自成罪状，正足以确认沈让的确犯下了罪行，都叫本府更加汗颜了。大人何出此言呢？任人不清，世人不明。当年既是本府保举于他，回京之后，本府自当进宫面圣，自请惩处。大人切勿自责。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那沈让表面上看起来不像贪婪之辈，大人又岂能察觉？无论如何，他毕竟是个难得的将才。本府为朝廷万喜，更为沈让不值了。
哥，哦，小蝶，哎，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绿珠呢？绿珠这一阵子可累坏了，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，我不想吵醒她。你的身体啊还没完全康复，一定要多休息嘛。我这2天一直在休息，所以想出来走走。对了，哥，武静他还没有回来吗？还没有。听展昭说，包大人找他去问话，需要问这么久啊？谁知道呢？也许真要这么久，也许……小蝶啊，如果包大人要查的案子，武静也牵扯在内，那就不只是问话这么简单。难道武静他犯了法？不，我只是猜想，应该和他无关。那就好。小蝶啊，如果武静真的涉案的话，你会帮他吗？我帮他？我怎么帮得了他？展昭既然在替包大人办案，你会不会让他帮武静说情？如果武静他真的犯了法，我想我会很难过。可是我不会要展昭在包大人面前跟他说情。为什么呢？武静在我们这里照顾您那么多年了。哥，那是2回事。不管是谁犯了法，都该受到惩罚的。而且我相信展昭也不会同意帮忙。你怎么知道？虽然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算长，可是我了解他。要不他也不会跟着包大人了。如果是我呢？你，哥。别急，别急，先坐来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在你心中，我这个做哥哥的究竟有多少分量？我不知道。不会的，你不会犯法，一定不会的。叫你别急嘛，那我不问了啊。不，既然你问了，我也该有个答案。那你的答案是什么？如果你真的犯了法，如果展昭又真的能帮上忙，我会去求他。这还差不多，否则我岂不是白疼你了吗？哥，你不会真的？当然不会，我怎么会有事呢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该吃药了。快去吧。大人，武静已经关押在州衙大牢，我命李全将他以杀人重犯严加看管。无论是马贼旧案，或是杀人新案，依法皆是死罪。然而，他似乎已存必死之心，而未必会有逃狱之行难道武静认罪，真的是为沈让顶罪？
只怕难有其他解释。大人，难道你打算依此定沈让的罪吗？当然不能。吴京坦诚杀害傅立，还说出个三人同谋的理由。倘若他咬定供词，毫不松口，任谁也无法将沈让牵扯进来。再者，所谓的明车宝马藏匿之处，武进绝不会说，更无法证实确有其事。那如今岂不是没有具体的证据？如今只剩下追查军马买卖这条线索了。不错，只有将马军与马贩之间买卖军马的往来账册进行比对，若能比对出的确有从中牟利的行为，才可将沈让治罪。沈指挥，通报李大人，本座求见。是。沈指挥，李大人，本座听说我马军偏将武进被李大人关押在大牢之中，可有此事？沈指挥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不管我是怎么知道的，请李大人回话。是，武进是在大牢，不过这不是我下的命令，是包大人把他送来的。沈指挥，千万别误会。本座谅李大人也不敢随意收押我马军的人。当然，沈指挥明鉴。那就有劳李大人带本座去见他吧。不，万万不可呀！本座是马军指挥，为何不能去见我马军偏将？哎呀，沈指挥啊，包大人特别交代，绝不能让任何人去探监呐。这比两位杨指挥还要严重啊！要是出了问题，恐怕连我这知州的官儿都保不住了。既然是包大人交代的，我就不勉强了。多谢沈指挥体谅。虽然本座不去探监，但必须弄明白，武进究竟身犯何罪而遭关押，于情于理，李大人总该说明白吧？那是当然啦。据本州所知，这武进是杀害傅立的凶手啊！什么？你此话当真？不，这话不是我说的。听展大人说，是武进自己向包大人承认的。原来是武进所为，连本座都被他瞒过了。是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，真是枉费了沈指挥对他的提拔呀。好，武进犯下杀人之罪被关押，是咎由自取。李大人放心，本座绝不会插手此事。告辞。慢走。学生已从杨彪、杨豹兄弟身上取得常与马军买卖军马的马贩姓名与联络方式，从他们身上应该可以取得相关的账册。我们就由此处着手。张龙、赵虎，属下在。由你们二人负责将账册取回。是。等等，大人，必须我去。此事何须展护卫前往？张龙、赵虎便可取回。因为他们拿不到马贩的账册。
哦，这却为何？展大人，这点事情我们能办妥。是啊，有名有姓有住处，怎么拿不到呢？我说你们拿不到，是因为账册根本不在他们手上。若是不在马范手中，又会在何处？马帮。马帮？大人，马帮是个江湖组织，各地马贩马商都要向他们缴纳规费，账册也由他们统一监管，外人是不可能拿到的。若是动用地方官府之力，又如何？请恕展昭直言，江湖中人大都目无王法，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与官府为敌，但也绝不会稍作配合。倘若以官府名义前去，非但拿不到账册，反而可能被他们销毁，届时就永难取证了。若是展护卫前去，又将如何取得？展昭本是江湖人，自有江湖方法取得。展护卫可知，若是由你去取账册，后果将会如何？倘若账册证明沈让有罪，除了贪赃枉法之外，还犯下教唆杀人之罪，依法论罪，必死无疑。而账册却是由你取来，届时沈姑娘作何想法？大人，展昭还保留一线希望，希望能够证明沈让无罪。倘若不如所想，一切后果我自行承担。展护卫，大人，2日之内，我会把账册带回来。展护卫，马贩的姓名及军马的买卖日期都在此。公孙先生，大人的安全，还请先生交代他们留意。那是当然。展护卫，不去看看沈姑娘？我既不能见她，更不能辞行。这件事情提不提都不合适。明日我会去看看她康复的情形，顺便给她提一提你没去看她的原因。公孙先生，还是这样做比较好些。那就有劳了。告辞。驾！小姐，展公子怎么没来看你呀？他早上不是已经来过了吗？啊，那怎么能算？匆匆忙忙的来，待不到半会儿，又匆匆忙忙的走了，一点诚意都没有嘛。他是来办公室的吗？哦，对了，小姐，我听说武进被他带走了，而且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呢。
展护卫若是连夜赶路，而且一切顺利，当可在后日赶回来。账册是唯一能治沈让罪的证据。只是，大人，学生打算明日一早去看看沈姑娘，一则打算看看她康复的情形如何，再则，公孙先生是想替展护卫出城之事寻个托词。是。只是无论如何，他终究会明白实际的原因。大人，也罢，至少可以减少沈让的疑虑。既然要去，就尽可能与沈让见上一面。大人要学生和沈让见面？不错。武进被带来问话，如今却被关押在大牢之中，若不给个交代，岂不更让沈让起疑？对于武进之事，学生该如何说才好呢？照实说，倘若沈让知道武进为他顶罪，或许可以松懈他的警惕之心。伤口已经愈合了，可以不必再服药，只要再继续喝一段时间的滋补的汤药即可。多谢公孙先生，先生请坐。沈蝶的性命是先生所赐。沈姑娘，快别这么说了。若不是沈姑娘胆气过人，公孙策纵有再大的本领，也无能为力呀。还得靠展公子的关心和爱护，对不对，小姐？吕柱，在公孙先生面前不许瞎说。丽珠天真率性，说说无妨。哦，对了，展护卫今天不能来探视沈姑娘，特别要我转告一声。他在忙。不错，他出城替大人办案去了。包大人究竟在办什么案子呀？展公子从来都不肯说，神秘极了。绿珠，包大人的公事不可以问。的确是不问的好。办案之时，最忌讳的便是走漏消息。倘若展护卫不说，他也是情非得已，还请沈姑娘不要怪罪于他哦。我不会怪他，他能够帮上包大人是件好事。我只希望他在办案的时候，可以多照顾自己一些。数自寻烦恼，天外有天比你高。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平常心到老。看得透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宽宏大量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重承诺，重感情，友谊才是宝，强国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将谁傻瓜胭脂过早，人会好心有好报。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